我们今天要开箱的就是这款有线路由器 MT5000。那实际上 GLNet MT5000就是上一代 MT2500的一个升级款。我们这次看看它做了哪些升级。噔噔，好，首先是一个说明书。这个说明书呢就不用看了，非常简单。这个就是机器的本体，然后左侧应该是它的附件。我们看看，附赠了一根网线，然后带了一个5伏3的电源适配器。这边这头呢同样是 Type C 的。毫无疑问，那这个就是机器本体了。正面呢有一个 logo， 就是 GLNet 的标志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电源指示灯。然后呢，机身的侧面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Reset 重置按键。重点看一下网口的情况。最左边呢是 Power， 就是 Type C 5伏3的一个供电。中间这3个口呢都是 2.5G 网口，当然默认可能是第一个网口是作为WAN口。其他2个口呢可以作为 LAN 口，当然这些都是可以调整的。然后机器的最右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个 Type C， 这个是用于数据传输的，是 USB 3.0 的。而上一代呢是 A 口，现在改成 C 口。OK， 那总共开箱就是这么多。简单看过配置之后呢，我们还是要实际体验一下，看它具体表现怎么样。大家可以看到 MT5000 呢，我连接了2根网线，WAN口呢连接了光猫，LAN口连接我的电脑。实测在2根网线都插入的情况下，它的功耗呢大概是 3.3 瓦左右，我觉得这功耗还是非常低的。很明显，这次 MT5000 呢全面升级了 CPU， 所以我们这里简单测试一下多核心的 AES 加密解密性能，看它表现怎么样。那经过一段时间呢，大家可以看到4核心的 MT787可以跑到2860兆，那相较于上一代呢提升了大概 2.1 倍。当然了，这肯定是得益于主频的提高以及核心数的翻倍。前面呢我们已经简单介绍过硬件和性能了，接下来我们简单看一下它的系统。GLNet 这套系统呢，整体是偏这个应用性的，界面都比较直观啊。如果你是我的老观众，应该是非常熟悉了。常用的功能基本都在首页可以快速的找到，新手的学习成本不高。同时呢，它也保留了一定的可玩性。在网络模式方面，支持传统的路由模式以及网桥模式。再有就是它比较有特色的旁路由功能，可以一键开启和关闭。当然，这个旁路由呢，需要你有一定的基础，懂得一些网络的基础知识。再来呢，就是硬件加速的功能。这个硬件加速功能还是非常有必要的，这也是硬路由的一大特色。它可以有效的降低 CPU 的负载，加快这个流量包的转发。因为它的存储空间是非常大的，所以你可以在这边自由的安装各类插件，你都不用担心它的剩余空间。那这台机器上其实有2个 USB 接口，其中有一个呢是专门用于供电的，另外一个 C 口呢是用于数据存储的。那我这里呢接了一个移动硬盘。系统呢可以很快速的去识别了。我简单的拷贝一个文件给大家看一下，大概就是这个速度。我现在目前接的都是 2.5G 的网口啊。这种方式呢，作为路由器的一个轻度存储方案，用来临时的备份呢、局域网传文件，或者说当个简单的下盘都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当然了，它本质还是一台路由器，存储呢更多算是它的附加值。在系统层面呢，它其实也为进阶用户保留了一个 Lucy 界面的入口。这一点呢，我觉得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是非常熟悉 Openverse 玩法的话，其实可以直接在 Lucy 界面进行更深度的配置。我这边呢做了一个一键的脚本，可以把 Lucy 界面快速切换成 S 到 OS 的风格，在保留官方系统稳定性的同时呢，进一步扩展它的可玩性，安装更多常见的插件。当然了，这部分就有点偏进阶玩法了。普通用户呢，使用官方的系统其实已经完全够用了。刚才这个局域网拷贝呢，其实也正好体现了这3个 2.5G 网口的实际用途。如果说你家里面的光猫是 2.5G 的光猫，或者2000兆的宽带，或者有 2.5G 的 NAS 和主力电脑这样的设备的话，其实这种内网环境的提升还是非常直观的。当然我们这边呢还是按照惯例安装一个 Homebox， 简单测试一下内网的速率。经过一段时间，你可以看到内网的速度几乎是可以跑满 2.5G 的，而且这3个网口都是 2.5G 网口，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都不用折腾交换机了，3根网线就可以搭建一个简单高速的网络。当然有一说一，如果说你设备非常多的话，后面还是建议接更多的交换机，这样可以扩展很多的网口。可能小伙伴比较关心它是否能够放在弱电箱里面，答案是可以的，尤其是桥接宽带的用户，它就成了宽带拨号的好搭子。拆开外壳你就会看到，其实它是被动散热的方案，有很大的一个散热区间，所以它非常静音。那平时呢，如果没有大量的内网传输的话， CPU 温度还是可以稳定在60度附近的。当然如果你实在不放心，你也可以给自己的弱电箱加一个风扇之类的。总的来说呢， MT5000 是一台定位非常清晰的有线路由器，它的重点呢还是放在了有线性能、系统的可玩性以及长期稳定运行的基础之上。那功耗跟散热呢控制都比较克制。如果说你家里面有 2.5G 的光猫，或者说已经有了 NAS 交换机这一类有线设备，需要一台适合塞进弱电箱里长期运行的体积又比较小的路由器的话，那么它是一个很合适的选择。至于说是否适合你，还是要结合自己的网络结构来判断。OK，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先到这边啊！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帮忙点赞和转发。
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